接下来就是要介绍把每个那个主要的那个温室效应气体把它讲一下了，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是讲是什么？有几个哈，第一个我们讲说这是什么叫那个 greenhouse gases 啊 GHG， 所以我们讲说温室效应气体，我们看这有哪些？第一个水，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你大家不用讲，水的量很大，但是你不要去考虑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不是因为我们人为所制造出来，大部分就是自然里面就自然产生的，所以这东西就把它视为是自然界的一体就好，你就不要讲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最主要的温室效应气体，因为什么 ？human activities， 因为人类的活动产生的，就包括什么样？包括比如说你的经济活动，还有什么样？还有一些农业活动。其实农业也是一个产生温室效应气体很大的一个部门啊。只是一般我们就对农业我们比较不会去讲，因为农业是一个生活必须。而且农人呢，一般我们讲说农民都比较弱势，说我们就不要去苛责他这样子，不然的话，农业也是一个温室效应气体来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大概会讲一下。所以大部分有几个哈，我们这边主要有讲3个或4个哈。第一个 CO2， 第二个甲烷，第三个那个什么 N2O， 还有第4个就是一些什么氟氯化合物在这个地方啊，就 F 啦，氟嘛哈，氟还是氟？好了，就是 F 啦，就是跟 H 哈，F 跟 Cl 那个卤素组就对了啦，就是氟氯9.2嘛，卤素组啦，就是那个东西。基本上那个东西很多的一些什么清洁剂啊、挥发剂啊，或是冷媒里面都会用到。那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室效应气体。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重点会再讲几个那个二氧化碳，然后这个是甲烷。那当然你如果看绝对的量来看，二氧化碳远大于前面3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那么大的重点放在二氧化碳上面，对不对？因为二氧化碳产生的量实在太多，因为那种化石燃料。那当然我们讲过说，比如说这种那个甲烷，它对温室效应的效果大概是二氧化碳的20几倍啊。所以说基本上你还在乘一下，看看说到底，这是讲它的那个效果了啦，已经讲效果。所以说我们讲量，那如果量的话，基本上。等一下会看到说，事实上他们对温室效应的那个影响都远比二氧化碳来得大，就是说同单位的那个质量影响很大啊。当然，因为它量比较小，所以说乘起来还是比二氧化碳的影响小啊。不会看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下说，这个是二氧化碳啊，这是讲说为什么会有温室气体，一定要是什么多颗原子啊，然后呢，你受到那个红外线的照射之后，它是有摆动，那摆动的同时之后呢，等一下再怎么样？再利用这摆动的方式怎么样把热给散出去？所以说，你看温室效应气体是什么？第一个多原子的分子，然后它的间接不会太紧密，所以说容许它摆动。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第一个要介绍的那个温室效应气体那个欧重，不用看它，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怎么样？它只有会存在几个礼拜而已。对整个地球的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基本上我们欧重我们是放在后面的什么样那个臭氧层那边来讲，不是放在这个温室效应来讲，所以就不用基本上它不用管它。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CO2，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现在重点了 ，man-made 对不对？都是人为的。然后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它，这是哪个国家的啦？排放量啊，一枝独秀，中国大陆对不对？它人口多，所以一枝独秀，这是多少？2011年的。这个单位是千万吨百万吨啊，百万吨啊。第二个的话，美国也是可以那个看一下，你看美国哈60亿吨，中国大陆90亿吨，差了1.5倍啊，人口差几倍？美国人口大概是3亿嘛，中国大陆大概现在是什么？13亿嘛，差了4倍多嘛，所以人口差了4倍多，但是排放量只多了1.5倍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美国用得多凶啊。好，那但是呢，你又看那个什么，看印度的人口跟中国差不多多啊，没有差不了多少，顶多差个1亿吧。但是你看差几倍，这边是18亿吨，这边是90亿吨，都差很多。怎么得到的我们就比较，你说大规模的，就是你看到China 都是对啊，都是，所以我们跟你讲这个 IPCC 有没有？他们有个联合国有个组织啊，
然后它会用你的经济活动，然后有个预估值啊。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好，那如果说你都可以知道说你每次烧多少东西，对不对？你烧东西然后你就反映一下算一下，不是可以知道说你排多少量吗？当然说那么大规模就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它一定是有一个 model， 然后估计说你的比如说，你每年用了多少的那个化石燃料，那怎么样？那大概会是一个估计值，不可能100%的。但是就是说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这是可行的，只是不会很准这样子而已。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有 ，OK 好。最主要是说要有个国际性的组织，那个这个是联合国的官方组织，它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OK， 好。按理说实际怎么量的？它绝对不是量的，它是用算的。它一定是算一下，是说整个的经济活动，然后大概每种经济活动大概会排放多少，这样是算出来的。好 ，OK。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这个是二氧化碳，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哪些国家哈？那个有些比如说这个是另外一个集团，那个俄罗斯，那个还有这个 Japan 日本跟加拿大。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分呢？等一下会看一下说京都议定书的第2期啊，有些国家有续约，有些国家没有续约，有些国家续了约然后要反悔，反正就这样子。所以这些是几个最主要。等一下会看到他为什么把它补了起来，就是因为京都议定书第2期的一些原因啊。不过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好，我们看一下说基本上碳的排放量啊，你看碳的排放量真的是这个，我们看就是这张子已经看到二氧化碳的那个。出现到这个地方急剧上升，所以知道二氧化碳这个事情真的是蛮严重的哈。那一样的，我们讲说二氧化碳的最主要的来源有什么？温室效应气体最主要是二氧化碳最大嘛。这边还有甲烷，还有那个什么，这个臭氧，跟那个一些氟利化合物，跟那个什么 N2O。所以你只要记住哈，就是二氧化碳、甲烷跟那个什么跟N2O 是最主要的哈，这几个。好，看一下年排放量，每个国家的，这是哪一年的？2010年的。你可以看一下，越蓝的地方就是越排放越多，越绿的地方就是排放越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未来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一块多么的绿啊，多么的环保啊！这些地方，你看全世界就只有两个地方很黑，这2个地方很黑。这个地方很黑是因为人很多，这个地方很黑是因为他们很浪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这两块，这些块有没有？日本、印度日本、苏联，搞错了，日本、苏联跟什么？跟印度日本跟苏联跟印度这几个，对不对？是属于这一级的。接下来这一级都是什么？澳洲啊，然后东欧的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台湾也不遑多让啦，对不对？台湾也是跟那个什么属于台湾应该是在这一级左右吧，因为人不多啦，在这一级左右，所以台湾，但是我们的台湾的人均的话就蛮高的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还蛮新的那个几年前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哈，这个全世界的排放，你可以看得出来哪些国家是特别浪费，哪些国家是特别环保的。好，这个全世界哈，全世界的，那我们看台湾哈，我们来看台湾，这个是人均啊，这是人均，就是每人每年放多少吨，就是人均排放多少吨的二氧化碳。第一名是谁？沙特阿拉伯，因为那种国家就是石油太多了，根本不用什么节能，不用干嘛，石油都是他们生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伟大的美国爸爸了，对不对？17点多。第3名是什么样？第3名是澳洲，第4名是什么？苏联，第5名是南韩啊，然后第6名的话是就是这边是这边是德国了，所以说都是什么样？大概前几名啊，这个是在哪一年？哪一年的？我看一下哈，这是哪一年的？2010 ，OK， 2010在这个地方，2010年，所以基本上你看前5、2、4、6，前6名都是10以上，就是前6名了。那当然我们没有被放进去，为什么呢？这是政治问题嘛，哈，因为我们不认为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被列在上面嘛，所以我们还是自己要列一下，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全世界是排行第几这样子，对不对？好，这个是人均啊，这是每一年，你看我们的这个成长率，好像跟我们经济成长率，我们经济成长率搞不好没那么高哦。OK， 好，有啦，跟它差不多。等一下有张图蛮像的，这是人均啊，人均是多少？你看我们这是11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排名排哪个地方？
还是排在韩国跟韩国差不多不相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用人均的话，1、2、3、4、5、6，我们可以排前6名、前7名的。我们台湾没有几样可以排到那么前面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人均排放量也是应该很骄傲，对不对？哈 ，OK 好。这个是全部的排放量，就多少？就是应该是这是1000公吨嘛，哈，就是以1000公吨为主的话，就是25万2500万公吨了。不，2000是这是2000，那2亿5千万公吨，这是2亿5千万公吨的那个 CO2， 所以意思就是讲说，我们真的是以整个工业的发展程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还需要在减碳这个地方还要多加努力，对不对？前面几个国家人家的那个工业都已经蛮发达的，那我们到底我们的转型要怎么办呢？所以全世界为了解决这个 CO2 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京都议定书嘛，对不对？这个都知道嘛。它是在1997年的时候召开的一个公约嘛。到2009年2月的话，总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条约啊。但是呢，第一期的在什么时候到期？第一期的时候到那个什么，到2012年就到期了嘛。所以呢，在一个会议里面的话，他们同意把这个京都议定书再把它延长到2020年嘛。但是你记得刚才有几个国家，我们看有几个很多国家都签署参与了，但是有几个大国家排放又很多的，他们有意见的。比如说加拿大，2011年他们宣布推出京都议定书嘛？为什么？加拿大这个国家也是什么样？资源很多啊。对不对？我就活在然后地那么大，你看加拿大那么大的地才几千万人口而已，所以它可以不怎么甩这个议定书。而且呢，美国如果都不愿意的话，我加拿大有什么用？难道你美国排的碳不会到我加拿大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点的，当然绝对不是因为美国不要他们才不要，他们只是他们本来就不要，然后刚好这个事情让他们更合理化，所以加拿大不要了。刚才加拿大你看那个地方也是很黑，有没有？很蓝，对不对？俄罗斯也是宣布第2期，他不要了，所以刚才不是有个把加拿大、俄罗斯跟日本把它排在一起吗？那几个嘛，日本他们虽然是有参与，但是他们没有制定出他们一定要遵守的目标，所以刚才为什么这个区块有没有？他把这3个国家这个排放量很多的，然后就是因为对第2期他们不是那么积极参与的，或是更不愿意参与的，把它放在一起，对不对？有几个这个国家，然后澳大利亚呢，这个我要帮他澄清一下，上次我没有更新，所以我还是停留在他没有签，但是事实上他已经签了，他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有签了，而且他们还愿意继续维持第2期的一些协定这样子，对啊，那美国呢是从头到尾都不甩的，对不对？我们讲过美国是有签，但是他就拿回去国会就不核准，所以就变成有签但是不核准，所以说也跟没有签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大国家没有。这几个主要的排碳国家如果没有那个中国大陆是有签，而且他有承诺。不过呢，他们现在评估说他们到底，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事实上它的如果是人均排放量来讲的话，它并不是没有超过，但是它也在评估说以后对他们的工业有没有影响这样子。所以但是几个主要国家都是已经不怎么配合了，所以不过就是说已经第2期已经延到2020年了，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是几个不同国家他们。对第2期京都议定书的那个参与的情况，比如说绿色的就完全遵守，参与完全遵守，有没有？这个好学生，欧洲好学生，对不对？难得澳洲也是变成好学生，你看这个欧洲全部是好学生，参与又遵守。第2种是什么样？开发中国家，所以呢，他有参与，但是呢，他没有设定一定要强制他遵守的一些排碳目标，绿色的，所以这绿色的是因为情有可原，对不对？因为他们有参加，他们也尽量，但是因为什么？他是讲说 without binding target， 就是说没有设定一个一定要遵守的那个 target。第3个是什么样？这种的话是那个什么没有，就是没有参与的啦，就是这个颜色哪边？我们台湾应该少数几个吧，台湾吧。这种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国家被认定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说反正就放在这个就是 not party to the protocol，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参与，但是还是每次都被找去要叫我们遵守的那种的哈。OK， 接下来就是坏学生了啦哈，这些就是坏学生了。橘色的有签的，但是呢国外不核准的，这是谁？
美国啊，就这个国家给人家签了，好像要装作一副好学生样子，事实上又不给人家遵守。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基本上红色的退出第二退出第二期的，包括什么？包括这边，我们讲过说加拿大刚才是要退出了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样？也没有设定目标的，没有设定没有设定它要排定目标。那个什么，俄罗斯跟日本嘛，就这个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整个世界上面对整个那种环保意识的那种参与度，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讲说欧洲人还是比较有一点看法的。